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igo 的自由指南。今天呢是我们北海道之旅的第二天，那么我们即将透过地铁东西线，在札幌市区呢完成一个简单的一日游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计划是先搭乘东西线地铁来到圆山公园站，到达北海道神宫。接着呢，沿着东西线到达宫之者车站，前往北海道猿人公园。最后呢，则是回到巴士中心站，走路前往这个 Sapporo Factory。出发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去吃个早餐。今天的早餐呢，是在三井饭店供应的自助式早餐。那么北海道的这个饭店早餐呢，基本都标配这个鲑鱼卵。一些熟食呢，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当地食材为主。同时呢，也都是有西式跟这个日式的餐点选择。几家比较知名的这个饭店早餐呢，他们都很丰盛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住在札幌市区的话，那么建议呢，你可以选择有包含早餐的这个房间价格，通常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么像是我们入住的这家三井花园札幌呢，还特别跟这个北海道场外市场的店家有合作，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早餐券呢来去交换这个行程。不过呢，这是要提前预约的哦。那么吃完早餐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啦。从这个札幌车站出发，前往地铁东西线，可以走地下道或者是南北线到这个大通站转乘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北海道神宫，还有北海道这个白色恋人公园呢，分别在圆山公园站还有宫之泽。抵达圆山公园站呢之后呢，我们只要照着这个指示牌出站就可以抵达。那么圆山公园站呢，在春天的时候是可以赏樱的，在秋天的时候呢可以看枫叶。而紧邻的这个北海道神宫呢，你几乎可以在所有的一日游跟这个旅行团行程中呢看到它。这里呢可以说是第一次来札幌的必来景点之一哦。那么出站10分钟之后呢，就会抵达圆山公园啦。如果你呢没有安排到这个旭川动物园的行程的话，来到圆山动物园参观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沿着公园内的小路呢，继续往前走，就会看到北海道神宫的入口。那么北海道神宫呢，最初是由这个明治天皇下诏设立的，是这个开拓时期的一个信仰中心。这里呢，除了正殿之外呢，还有这个开拓神社跟这个矿林神社，以及这个惠多木神社。这边呢，展现的除了是这个北海道开拓的艰难啊，其实它也是这个自然与这个自然和平相处的一种表现。
就在准备离开这个北海道神宫的时候呢，天空开始飘起了一点点这个小雪花。那么原本以为呢，我们今年呢，因为暖冬的关系，跟雪呢比较无缘的我们，就觉得呢有点惊喜。接着呢，我们沿着街道准备回到这个地铁站的路上呢，发现了一家星巴克。那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面呢，特别想要喝一杯咖啡的我们，就躲到了这个星巴克札幌宫丘店里面。在这里呢，有着一整片的落地窗呢，可以欣赏到这个圆山公园的景色。那么呢，我们挑了这个面向景色的沙发座位，喝着咖啡，悠闲的看着小小的雪花飘落。这种意外的发现呢，才是自由行好玩的地方，对吧？小坐休息之后呢，我们要准备前往宫之泽，从宫之泽站2号出口出站呢，继续我们下一个行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要来去白色恋人公园哦。出站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沿着这个人行道往前走。那么走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你回头一看就可以看到白色恋人公园的这个招牌。越是靠近这个北海道恋人公园的路上呢，迎面而来的雪花呢，则是越来越多。那么第一次看到下雪的我们呢，都觉得非常的新奇。也让我们开始期待呢，明天一早起床之后呢，外面看到的银白世界。细雪纷飞呢，加上白色恋人公园的欧风造景，这一刻的气氛呢，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旅行回忆。除了可以付费800日元参加付费导览以外呢，园区内的多朵风格建筑是免费参观的纪念品商店，还有餐厅，内装豪华，是一个不错的拍照景点哦。到了整点时刻呢，大家都开始往外跑。因为呢，园区内呢正要准备开始表演这个巧克力嘉年华，
所以呢，一时之间呢，广场周围的机关作动，热闹的嘉年华呢就即将上演喽。随着表演谢幕呢，我们准备来到下一站，但是我们呢要先中断原本的计划，回到饭店。所以呢，回程的时候，我们沿着来时走的路呢，搭乘南北线回到大通，再转车回到饭店稍作休息。这里呢也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，如果呢没有跟我们一样要回到札幌站，可以直接到下一站巴士中心前，走路呢就可以到 Sapporo Factory。好了，继续回到我们的行程。稍作休息之后呢，我们现在位于札幌站旁边的 JR Tower。这里呢，除了是百货公司，楼上还有美食街与38楼的一个景观台。晚上的话呢，可以来这边看夜景。
各方面来说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设施哦。这里的美食街种类呢选择众多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北海道必吃的石胜豚冻。店内呢有中英文的菜单，我们点了一个猪肉冻，还有一个猪肉盘套餐。用过餐之后呢，我们到站前的东急百货札幌店，这里呢除了有 Big Camera 可以做采购，也有 UQ 跟 GU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穿过1楼到另外一侧的公车站，因为我们要在这边搭乘循环线的公车。那这个公车呢，除了可以到我们要前往的 Sapporo Factory 以外呢，也可以到这个札幌啤酒花园哦。那么当我们抵达 Sapporo Factory 呢，虽然天色已黑，但是呢，刚好开始下起雪。那么下雪之后的灯光呢，搭配这个 Sapporo Factory 的招牌烟囱，瞬间呢又是另外一种气氛的展现啦。而来到室内呢，夜晚点起灯的巨大圣诞树呢，更是另外一个拍照的好地方哦。随后呢，我们搭乘地铁从巴士中心站前呢到达博野，那么来到知名的里小路通逛街。那么里小路通呢这一带非常的热闹，有很多的商店，尤其呢是各大品牌的药妆店，还有知名的唐吉诃德。其中呢又以这个靠近路面电车与地下街的这两侧呢最为热闹。然后呢，我们又随意的在附近找了一家牛角来吃烧肉当做晚餐。90平呢，一个人是3580日元。那么全程呢，你都可以用平板点餐，就不用担心不会说日文。最后呢，回到饭店的时候呢，记得要带着早餐券到1楼去兑换札幌场外市场的早餐之旅。好了，今天的行程呢到此结束。今天的行程资讯呢我会都放在下方。后面呢我们的行程请务必要订阅 Migo 的自由指南，才不会错过哟。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吗？欢迎按赞加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